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跟着 Jason。在上一集我们有分享从白云庄出发一直到山顶的这条路线的完整攻略。如果你还没有去看的话，可以先点选上方的连结，先来去看哦。那在这一集呢，我会来跟大家分享哪里是山顶看日出的好位置哦。不去绕火山口的话，我们在山顶上又有哪些技巧，还有哪些事情可以来做呢？恭喜你抵达富士山的山顶，山顶标高的位置呢是3715公尺哦，是浅间大社九须至神社这个位置的标高。那你一定会问说，怎么不是大家俗称的3776公尺啊？在之前的第一集有跟大家介绍到，如果你要去3776公尺的位置，那个地方叫做剑峰，在这个吉田县山顶位置的对向，所以是在火山口的另外一边。抵达山顶，如果说你有同伴的话，我的建议都会是你先在山顶上的神社，它的旁边会是有一个石柱的，石柱的旁边也都会有阶梯，先坐在这个阶梯，先休息一下，等都集合好了，再来去山顶上走动。因为你一开始抵达山顶的时候，其实还很暗，再加上大家到山顶很兴奋，大家就会开始乱走，这时候你到山顶就会是找不到人哦。提前大家要先讲好，在山顶要在哪里集合。那我觉得在山顶这个神社一个石柱，大家先在这边来做集合，再来安排山顶的行程的活动哦。大家全员都集合好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来询问大家是不是要绕火山口这个行程。要绕火山口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火山口的一些资讯。富士山的火山口直径是800公尺，一整圈距离是约3公里。如果要绕一圈呢，含拍照啊，或是有点娱乐，大概是要2个小时。地形呢，其实是高高低低的落差砂石地形。如果你要绕火山口的话，还是要自我评估一次，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否可以哦，有没有说很累啊，或是有点头痛、恶心、想吐的状态？心理的状态是否愿意去多走3公里的路程？因为你要了解哦，下山道还有7.6公里的距离哦，它又是一个无止境的 Z 字形的走法，都还要再抓4到5个小时。对于生理跟心理的折磨啊，要自己评估的，真的是没有办法的话，就不要勉强哦。这一集呢，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不去绕火山口的话，我们在山顶上又有哪些技巧，还有哪些事情可以来做呢？第一件事情呢，抵达山顶的时候，离日出还有一小段时间。如果全员都到齐了，就先来去山顶上的小屋做排队，在外面等会非常的冷。如果有小屋里面可以稍作休息，会是非常舒服的哦。当山中小屋一打开的时候，你就可以入内来去做休息。在山顶上面的小屋都会有卖热食跟热饮，卖拉面啊、关东煮啊、乌龙面啊，或是热汤啊。饮料的话会有咖啡啊、红茶、奶茶、绿茶都可以来做选择，就不用在外面被风吹啊，也不会那么冷，然后也可以吃热的，让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更舒服，还有更温暖一点。你每位入座的人都一定要点一个品项，就是基本低消啦。这是一个山屋的礼仪，因为他们能让你进来，那当然就是希望能收费嘛。再来的话，如果说你今天点的东西已经喝完了或是吃完了，他帮你收走了，有意识请你起来，可以到外面去走走的话，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哦。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做翻桌嘛，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哦，他就是要来赶你。因为在外面等的人也非常多，你只要有稍微休息到了，身体已经是很舒服的，然后也温暖了，可以先起来到外面走走逛逛，或是趁大家在等待日出还没要下山之前，先来去上个厕所，把这个位置留给外面还在等待的山友哦。
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吉田线跟须走口厕所位置。这个山顶厕所的位置呢，就是面对日出的方向的右手边，一直走到底，快到下山道之前，在你的左手边，然后就会有一间厕所。这边厕所的收费就是300块，那也是山顶唯二的厕所啦。吉田线跟须走口线的厕所就在这个位置哦。建议大家在下山前也一定要来去这里上厕所。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绕火山口，我们要下山了，从山顶要到下一间厕所，就要到八合目才有厕所，其实距离是非常的长的。那也要提醒一下，八合目的厕所是在交叉路之后的下江户屋。那下江户屋的厕所呢，其实它是有一个门闸的，投钱之后才能进去那个门闸。它这个机械上面有时候会有很多问题，进入又很麻烦，厕所又很小间，有时候也不开放哦，或是我们之前在前几集有讲到的，季末了它也会提早关门，厕所也是没开的哦。不要再冷到小屋的厕所。建议大家山顶的活动结束之后，下山前一定要在山顶上一个厕所哦。再来就是看日出咯，跟大家分享一下山顶上面适合看日出的好位置哦。第一个就是山屋的正前方，山屋的正前方就是最方便的嘛。你今天在山屋里面吃完东西，然后日出快到了，就可以快点出来，然后在山屋的前方看日出。但是山屋这个前方的位置呢，也是人最多的位置，再加上它也没有高低落差，所以说其实人多的话，大家就会被挤压到，视野就没有这么好。优点就是它方便，那缺点就是大家的视野比较没有那么的理想。第二个呢，就是九须至神社的前面，就是我们一上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转弯处，那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鸟居还有博犬，因为那个位置有一个高低差的视角，看出去就会是比较广的景色。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在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升国旗，神社的人还会唱歌，感受到那个神社严肃的氛围。那时候的氛围是会让人很感动的哦。第三个就是下山道的方向，厕所再往下走一点点，它也有一个鸟居。那这个位置是蛮多人会在这里做取景的，因为它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鸟居刚好也会是在太阳升出来的角度。鸟居的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坐在那边等待日出。日出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拉一个角度跟这个鸟居，然后一起做拍照取景，就是蛮不错。但是在这边的话就要小心，因为它比较矮边了，走到这里来看日出的话，小心一下脚步哦。第四个就是下山道的石柱，可以稍微往上走一点点，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刚看的鸟居的后方，然后那边就会很多人站在那个地方看日出。那这个地方就是高度稍微比较高一点点啊，会有一个高低落差的视角，所以它就会稍微看起来又会再更广点，就不会说前面就会有人这样子。这个位置也一样，就是说它是有点偏崖边的感觉，走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脚下，不要发生危险。那在山顶上看日出的时候，其实都是蛮冷的哦，所以大家在等待日出的时候，最好都是把保暖做足哦。日出出来之后呢，如果你不绕火山口也没关系哦，因为你可以直接走到入火山口的这个位置呢，你就可以整片的看完火山口的样貌。你就可以往前走一点点，然后它会有防止线，你就走到防止线的附近，注意脚步就好了。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火山口的样貌哦，直径800公尺的大小，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远远的看到最高的顶峰，那个地方就是剑峰哦。那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之后我再做影片来跟大家做分享哦，或是我也可以直接在上面回复你哦。那下一集呢，我就会来介绍整个富士山火山口的内容，这个路线呢到底要怎么走，路线上面又有哪些精彩的特色呢？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哦。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子你才不会错过下一集哦。觉得这个影片也不错的话，你也可以分享给那些想要去富士山的朋友哦，让他们更了解富士山哦。山一直都在，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